2025年8月5日，一张价值65亿美元的订单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要知道，日本的好邻居韩国号称世界最大军火商之一，去年一年的军火销售额也不过56亿美元，而日本这一单就卖出去65亿美元，可以说是带货大师了。其次，此前严格限制武器出口的日本，第一次将自家最先进的最上级多功能护卫舰出售给了战略伙伴澳大利亚，还是日本军工业的第一次。对于日澳双方来讲，这场自2014年以来日本最大的军售项目背后究竟有何深意？最上级护卫舰又为何赢得澳大利亚的青睐？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这场世纪大军售背后的故事。一份如此巨额的订单，它的敲定绝不是偶然。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主力护卫舰澳新军团级一共有8艘，自90年代起就在服役，至今差不多有30年了。虽然这些护卫舰的武器和雷达系统已经经历了数次迭代，但日益老化的舰体和过时的护卫舰船体设计，使得澳新军团级护卫舰早已无法胜任现代战争高强度网络化的海战环境，尤其是面对如今新生代的隐形战机、高超音速导弹和静音潜艇时，澳新军团级护卫舰早已不堪大用了。面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海军是心里明白。2023年，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战略评估中明确提出，澳大利亚战略发展将会倾向于火力打击和威慑这一主基调。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海军也适时提出了更为先进的亨特级护卫舰计划。不过，计划归计划，亨特级护卫舰哪都好，就是解不了燃眉之急。面对着老旧的澳新军团级护卫舰退役后留下的战力真空，为海军寻找一款在过渡期时还能充当舰队主力的护卫舰，就成了海军的首要目标。因此，澳大利亚海军需要的是一款技术成熟、性能先进、能够快速交付并具备高度升级潜力的现成设计护卫舰。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前提条件，日本的最上级才进入了澳大利亚军方的视野。而与此的同时，日本国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安倍晋三政府在2014年修改了日本的武器出口3原则，为日本在法理上打开了自己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之间进行军事贸易与技术合作的大门。日本此时就意识到，单靠海上自卫队的能力已经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事到如今，日本能做的只有想方设法的拉拢盟友，形成地区小同盟、小团体，才能带来更强的安全感。而日本南太平洋上最大的盟友的澳大利亚，自然也成为了日本想要深度合作的对象。而本次交易的主角最上级护卫舰，本身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为了应对新时代挑战，试图以更经济、更高效的手段扩充舰队规模而诞生的产物。它在成本控制、建造效率、技术水平和多功能性上都有着卓越表现，并且经历过日本海上自卫队严格测试和验证，已经通过实际数据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平台。其次，作为日本为扩军而设计的最上级护卫舰，刚好完美符合澳大利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设计、环境的变化和澳大利亚海军的需求，3个因素加在一起，不出意外的，最上级成功在多国竞争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场竞标的最终优胜者。不过，要想真正理解这场交易的分量，我们还是要将目光聚焦于最上级护卫舰身上。最上级护卫舰可以说是日本造船工业的顶尖技术结晶，力求成为在反潜、防空、反水面和电子战与扫雷等方面都能胜任的多面手。而它的设计概括起来就3样：精简、高效、多能。精简指的是最上级以更小的体量实现了过去需要更大吨位舰船才能集成的诸多功能。高效则是它通过革命性的自动化技术大幅削减船员需求，从而降低全寿命周期的人力与运营成本。多功能讲的是最上级的模块化的设计和灵活的任务空间，使其能够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快速转换角色。我们先来说说精简，船小就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下，以更经济、更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扩充舰队规模，造船速度会更快，而且成本也会更低。其次，自动化机构的引入则能够从效率上精简人员，一方面是降低了运行成本，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海上自卫队的规模问题，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最大化的实现扩军。
但一个舰队中不可能所有舰船都承担相同的任务，这也就是最上级多功能设计的来源。这样看来，最上级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澳大利亚海军想要的不是简单的复制品，而是澳方海军的深度定制版本。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版本的最上级，它的舰体尺寸略有增加，排水量更大。这些改动也是为了能容纳北约标准的武器装备和传感器系统。经过改装后的澳洲版最上级，在保持原版多功能性的同时，获得了远超其基础设计的远程打击能力。升级版最上级的核心打击能力源自它舰首区安装的美制马克4.1垂直发射系统，这套系统是目前欧美海军运用最多的武器，也被誉为现代战舰的火力基石。拥有这种垂发系统构型，也意味着最上级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弹种兼容性，不仅能发射标准2中程防空导弹，更能兼容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以及集防空、反舰甚至末端反导能力于一身的标准6多功能导弹。而这种改变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海军将首次拥有由护卫舰发射远程对陆精确打击武器的能力。这样的话，澳大利亚舰队的威慑半径不再局限于海洋，而是能够深入敌方内陆纵深，对关键指挥节点、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构成实质性威胁。这种先进的垂发系统与澳军现役澳新军团级的只能发射短程海麻雀防空导弹的发射系统相比，在火力密度和持续作战能力上都呈现了指数级的提升。其次，除了作为核心的垂发系统，最上级还配备了一门日制的127毫米主炮。相比澳新军团级的76毫米炮，其射程、威力和弹种选择都大幅提升，甚至还能用在对岸火力支援和反水面作战上。而在反舰火力方面，最上级也将装备日本自行研发的17式高亚音速反舰导弹。这种导弹以其优异的掠海飞行弹道和先进的复合制导模式而著称，具备强大的隐身突防能力。至于最后保命的近程防御环节，最上级还装备了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这个系统整合了密集阵的雷达或者光电搜索跟踪基座，还装备了11枚拉姆导弹，能够拦截来袭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和小型目标。自动化技术方面，最上级通过集成化的剑桥指挥系统、高度整合的作战网络，以及遍布全舰的自动化损管和机电监控系统，将原先的舰队编制压缩到了90人左右。这一点对于长期面临人员招募困难、训练成本高昂且人力资源紧张的澳大利亚海军而言，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海军用同样数量的专业海军人员，能够维持并操作一支规模大得多、能力强得多的舰队。这对于想要实现未来多艘水面舰艇宏伟目标的澳大利亚海军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最上级的隐身性和先进探测功能。在设计之初，最上级就将隐身性能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此它的舰体线条设计的异常简洁流畅，外形也是采用流行的内倾穿浪式和一体化设计的封闭式主桅杆。所有雷达天线、通信天线和电子战设备都被巧妙地整合在光滑的复合材料罩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大地提高了最上级在高威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发动偷袭的成功率。另外，一体化设计的封闭式主桅杆里集成了日本30研发的多功能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这种雷达系统由多个不同频段的天线阵列组成，能够像人眼一样灵活地调动能量波束，还能同时执行360度全方位的远距离对空或对海搜索、多目标精密跟踪、武器火控引导、导航等多种任务。这种雷达强大的数字处理能力和抗干扰性能，使得它能够有效应对复杂的电磁环境。在声纳方面，最上级会舰同时配备了 OQQ11 剑壳声纳和 OQQ25 拖曳声纳系统，这意味着最上级在不同海洋深度层都能进行远距离被动探测和主动搜索静音射击的常规潜艇和核潜艇。而在最上级舰体后面，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则是一个宽敞的多任务舱。这个任务舱能够部署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艇，这也就意味着最上级无需在危险地带探头，就能在外围舒舒服服地遥控这些无人设备，进行远距离的探雷、扫雷和水温环境侦察任务。这种能力更是让最上级从一艘单纯的战斗舰演变为一个海上多域作战的平台的原因。虽然最上级会舰足够耀眼，但任何尖端武器都没有尽善尽美。澳大利亚海军在享受了最上级带来的优势时，同样要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最上级虽然有强大的马克4.1垂发系统，但这可不代表它就能成为迷你版的宙斯盾舰。
且最上级的雷达系统作为中近程防空护卫还行，真要是将整片区域的防空都交给它，那是时候考验澳大利亚海军真正的技术了。此外，最上级的高度自动化和网络化对于作战部队来讲可不一定就都是好事了。就如同曾经的老人机变成智能机后，网络侵害也随之而来一样，毕竟这种先进系统的确能极大提升对敌作战效率和降低人力需求，但这种依赖于网络安全的复杂作战和控制系统也一定会是敌人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所以确保最上级不被敌方入侵、干扰或制摊，将是澳大利亚海军在未来必须面对且贯穿最上级整个服役周期的严峻挑战。对于日本来说，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首次向海外出售如此复杂先进的主力战舰，这一点对于生产商三菱重工以及日本防卫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日本怎么保证海外生产的质量控制与技术转移？靠什么为澳大利亚构建和管理一套全新的符合澳方标准的全球化供应链？如何为澳大利亚提供长达数十年的全寿命周期技术支持，以及后续的维护保障和升级？日本在军售上没有经历过且缺乏经验的问题很多，而在这其中潜藏的风险更是轻易就会让日本的处境更加危险。不过从长远上来看，如果这场交易能够圆满成功，那对于日澳双方来讲的确算是双赢。对于澳大利亚一方来说，购置最上级护卫舰算是让澳海军的通用护卫舰在火力、隐身性、自动化程度上实现一次革命性的迭代发展。澳大利亚海军第一次有了通用护卫舰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这对于澳大利亚海军在海上的军事威慑力的覆盖范围与效能都将得到实施加强。在澳大利亚当成救世主的亨特级护卫舰服役前，最上级也能填补空缺，让澳大利亚平稳度过军事转型期。而在订单中提到的8艘舰船将由澳洲本土造船厂制造的协议，不仅将为当地带来数以万计的高技术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它将通过技术转移和深度合作，极大提升澳大利亚本土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复杂水面舰艇的建造、整合与维护能力，为其海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说到底，这笔买卖对日本来说意义太重大了，这可以说是日本朝着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这单生意做成了，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日本不光会造汽车、造家电这些民用好东西，日本设计和建造世界一流的军事装备照样是顶级的。这一下不仅能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后研发新武器的钱也能找人分摊，技术优势也能一直保持下去。更深一层看，日本这次卖的可是自家的核心宝贝，通过这种方式，日本算是把自己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以后两国海军用的是同一种船，那训练、维修、打法、后勤所有东西都得一起搞，这下子两国海军的互动直接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事实上的准联盟关系就算是彻底坐实了。所以你看，这笔交易给日本带来的远不只是白花花的银子，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加强了和这个区域里最重要伙伴的关系。所以说到底，日本卖最上级给澳大利亚这事儿就是一场精心计算过的豪赌。对澳大利亚来说，他赌的是花了这么多钱买来这款革命性的战舰，能赶紧补上自己的短板，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上威慑力，好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里掌握主动。而对日本来讲，他赌的是通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军售，能彻底打破战后给自己套上的枷锁，和最重要的盟友捆得更紧，一起建起一道坚固的地区安全防线。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盘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笔天价订单最后真能让两边都满意吗？还有，日本卖这么厉害的战舰给澳大利亚，会不会反而成为亚太地区未来局势动荡的催化剂呢？这才是真正让人捏把汗的地方。